我们呀，李师爷，怎么样？我们呀买通了一个刑部的门子，并将他灌醉了之后，套到了他的口信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刑部衙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哦，倒是那个门子说出了一件事情，祝师爷就在前2天，在老家呀，忽然不明不白的死掉了。死了？看来张先生说的没有错，他们不会给我昭雪的机会。二公子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杀！昆仑真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睡觉？哥马上就要到山西当学政了，不日就要启程上任。哥要去山西？我也要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是怕我去找齐军凿？你自己的打算你自己最清楚。昆仑真，不要以为你跟四贝勒的婚事吹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啊？哎呦，自己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。我不操心，誰操心啊？昆仑真，你現在已經長大了，要學會懂事。你哥現在為朝廷的事都應接不暇，你就別再給我添亂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哥，我是捨不得你，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去。我知道，可是你這回不能去，你這次要好好在家裡待着，你嫂子會照顧你的。快回去睡吧，哥，去睡覺去。哎呀，哥，睡覺去。穆彰鄂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说我就宰了你！我在哪儿？快说！不知道。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！老爷，有刺客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哥，我听到枪声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几个叛匪想刺杀我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如果叛匪来了，这儿不安全。这让我怎么回去啊？来人呐，在。快送大小姐回去。这。哥，回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从明天开始，府上的岗哨再给我增加1倍，日夜巡视，不能有半点疏忽。这。李师爷，伤势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太好啊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好。啊，二公子，此次行刺魏国，穆彰鄂府上必然加倍提防，京城已经不宜久留。二公子又受了伤，我们还是暂避锋芒，再做打算也不迟啊。穆彰鄂，奴才在。朕听九门提督报，昨儿夜里有刺客要杀你，不要紧吧？谢皇上关心，奴才并未受到傷害。知道是什麼人嗎？回皇上，那刺客曾顯露出身份，乃是馮書陽一案漏網之魚。馮書陽這個案子，怎麼還沒弄利索呀？回皇上，馮書陽黨羽眾多，一時間還難以檢除乾淨。朕告訴你，朕可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再有什麼差池。這些叛黨能摸到你們家裡，他也能摸到朕的宮裡來。奴才該死，請皇上恕罪。奴才必將盡心竭力，早日肅清這夥叛黨餘孽。好，穆彰鄂，你過來。你就要去山西府裡學政。朕給你推薦一個人，他就是正親王家的蘇祿，這個孩子不錯，你帶他去歷練一下。奴才遵旨。這次去山西啊，你幫朕留意一個人，他叫張觀離。奴才只是不明白，怎樣個留意法？啊，這個人是個大儒，你到了山西，要留意，他如果不讀書便罷，他如果還在讀書授業，你便回來告訴朕。這個旨意，不要讓別人知道。奴才明白。好，你去吧。奴才告辭了。马掌柜，你的信息灵通。最近幾天聽沒聽說過陝西、河南災民的消息啊？聽是聽說了一耳朵，就是不知真假呀。因為山西那邊的官兵堵得嚴，那幫災民啊，出了娘子關就回不來了，只好掉頭向北去了保定府，過逐鹿宣化去張家口。過了張家口，再往北走就是草原，災民們沒吃的，就會往西走。殷掌櫃，告訴夥計們，今天晚上好好在這歇一宿，從明天開始，我們就不歇了。我們要星夜兼程的趕路，只要駱駝能走，我們就一直走下去。一定要在災民入山西之前，先行趕到包頭城。好，我馬上去。君子，掌櫃的，怎麼還不睡啊？再有1個時辰就要啟程了。哎，我睡不着啊。
殷掌柜。看什么书呢？唐末文选。你怎么看这本书啊？我正好有事想问问你。据我所知，这书是一个叫殷清月的人编纂的，而您正是他的后人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说的对吗？掌柜的，我家中也有这本书，家父也不让我看的。我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有什么不好，让你们对他如此讳莫如深。还有，您和东家为何要弃儒从商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您能告诉我吗？你问我这么多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你真的想当一个商人？想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不应该知道那么多，也不应该看这本书。为什么？它会乱人的心性，移人的志趣，让你做个商人做不成，做个学徒也做不好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这会乱你的心性。哎，师傅，我问一下，这殷掌柜以前是干嘛的？跟你一样，读书人。读书人？可不，殷掌柜啊，到这儿学生意之前就已经中举人了。啊？什么？殷掌柜是举人？我可不信。他如果是举人的话，干嘛不科考做官，要到这商号里当商人呢？哎呀，得，都说到这兒了，我就給你鍋端了吧。當年在太原府晉陽書院念書的時候，東家是殷掌櫃的爺爺殷清月老先生的學生，聽說還被稱為山西第一才子。後來啊，殷老先生好像是編了一本什麼書，被送到朝廷裡，給乾隆帝定為禁書，老先生被下了天牢，定了死罪。從那以後啊，殷掌櫃和東家就再也不讀書了。都做了商人。殷掌柜，哎，让大家抓紧时间啊！好，吃完了，一会儿趕緊趕路。東家，哎，大家把馬喂飽了，趕緊上路了！快點！你們兩個幹什麼呢？快點過來搬東西！快點！快點！抓緊的！啊，快點！搬東西啊！東家。哦，俊子，我吃不下去，你吃吧。哦。俊子，哎，有事儿啊？東家，殷清月老先生是您的先生，也是我父親的先生，是嗎？沒錯。殷清月老先生因為編纂了一本唐末文選，而被朝廷投入天牢，最後死在裡面。而您也由此決意棄絕仕途，從而經商，是嗎？俊子，看來你父親遠行新疆之前，把什麼都跟你說了。我是。好，既然這些事情你都知道了，也就不瞞你了。其實你父親大可不必。不必什麼？
你父親對我，對殷清月老先生，一直心懷愧疚。他始終認為，唐末文選是他送給了紀曉岚、紀文達公，而紀文達公又轉呈給乾隆皇帝預覽，乾隆皇帝才將此書視為洪水猛獸，而且將殷清月老先生打入了天牢。事情虽然如此，但殷清月老先生在临終前曾经对我说过，唐末文选虽是你父親齐運氏和紀文達公呈給乾隆皇帝的，可真正將此書定為反書的事，卻與你父親無關。算了，此事已經過去很久了，殷老先生早已作古，不提他了。再者，我棄儒從商跟此事沒有任何關係。東家，如果您棄儒從商跟這件事沒有關係，那麼您為何不再走科舉之路呢？那是誰的駱駝沒有拴好？拴好了，拴好了！哎，拴好了！哎。前面有什麼事啊？東家，前面有災民。什麼？災民？啊！災民不是在直隸嗎？怎麼能跑到這兒來的？陝西來的，快躲一躲吧，黑壓壓的一片吶！啊，快，俊嫂，這條山道不能走了，往西走，有條山路，走山路。哎，哎，趕緊掉頭，往回走。好嘞，掉頭！快快快，快掉頭！这一回我算知道什麼叫災民遍地了。我們走這條路啊，要躲的是山西災民，結果沒想到碰上陝西災民了。這要再走下去啊，還不一定碰上多少災民呢。好了好了，你個烏鴉嘴！殷掌櫃啊，哎，派出人去前後各10里打探消息，一有情況飛馬來報。我現在就去。去吧。柱子，哎，過來。東家，把咱們所有的乾糧都準備好，如果遇上災民，那可管大用了。哎，好啊，那我去了，東家。好。哎呦，東家，您一天沒吃東西了，吃點吧。我吃不下。俊嫂，你一直在看唐末文選。東家，我是不是？是。你讀出了什麼？孟子。孟子。從我開始讀唐末文選，才真正讀懂了孟子。唐末諸子和孟子一樣，都是置身末世，禮崩樂壞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干戈四起，天下之人不為盜賊，即為魚肉。說呀。正是因為他們都置身於亂世，所以才看出了治亂的關鍵。什麼是關鍵？
君、臣、民，他们如何做好他们自己，就是治乱的关键。你不是又要说“民可以载舟，亦可以覆舟”的老话吧？君王做好尧舜之君，臣子做好尧舜之臣，让百姓过上小康的日子，直至天下大同，才能达到圣人所说的大治之境。首先的责任在于君王，君王只有2种，要麼就是尧舜之君，否則必為桀紂。為什麼不是堯舜，就是桀紂呢？君王若非堯舜之君，必以天下為私，必聚集貪墨聚斂之臣，上行下效，荼毒天下。這樣的君王，不以為自己是桀紂之君，卻已經成為了桀紂之君。這都是孟子的老話呀。有些老話說了1000年，卻也未必達成。你什麼意思啊？孟子說，如果一個人讀了書，明白了什麼是官，卻不為官，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職責，置天下人於不顧。有些人即便是為了官，卻忘記了為官之道，明知道君王失政，卻不去幫助；明知道天下蒼生置身於水火，而不去拯救，反而是結為朋黨，魚肉蒼生。那他便不是官，而是盜天下之賊。你想的太多了，這樣對你不好。可我就是控制不住的去想，無法入睡。好了，睡覺，睡吧。山西這趟差，你去跑一趟吧。儿臣遵旨。皇阿瑪，龙體要緊，不要再為了四弟的事煩心了。不要再提他了。這次去山西，你要把這趟差事辦好。以後大清的事情，說不得就要靠你了。兒臣誠惶誠恐，必將盡心竭力，為皇阿瑪分憂。起來吧。謝皇阿瑪。朝廷眼下正是用人之際，你要替朕好好的選些人才。穆彰鄂拜見姑父。哎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你是堂堂的軍機大臣，我可受之不起。快請，快請！姑父請，哎，請坐，請坐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正亲王家的四爺蘇祿啊。此次皇上欽點他，隨我一同來山西辦點差事。哦，蘇祿，拜見巡撫大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四爺能到府上，我們小衙蓬蓽生輝呀！啊啊！哎，皇上派大人到山西督察學政，就沒有其他的旨意嗎？沒有。此次皇上派侄兒到山西來主持太原府鄉試，為的是為大清揀拔人才。揀拔人才？山西哪有什麼人才呀？姑父，這是什麼話？戲台上不是常講山東出將，山西出相啊？怎麼能說沒有人才啊？哎，戲台上的話你也能當真嗎？讀書人不少，成才的能有幾個呀？難道姑父忘了嗎？要收天下百姓之心，首先要收天下那些讀書人之心，將來還要靠他們來治理天下，這才是正道啊！啊！
好，贤侄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让姑父佩服。我给你赔礼了。哦，原来姑父是在侧侄儿呢啊！镇定，谁也不许动。叶掌柜，布好银票。茶叶。学长，哎呀！学长，学长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起来！去你的！你没事吧？东家，咱们的马！哎呀，命要紧，别管马了，快走！这边，快快！下来，下来！苏禄，既然皇上派你跟着我，我以后也只能权宜行事了，还望你莫掣肘。这个自然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你去帮我查一下，在山西地界的大商号有多少家，属于谁，要细。好，但此事只能暗中办理，不得宣扬。这是为何？去办就是了。
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怪呀？我只是想知道，为什么您放弃了读书取士，而去做了一名商人？一个连唐末文选这样一本资治救世之书都看不懂的朝廷，一个把读書人的性命看得一文不值的朝廷，你还要为他去做官吗？哎，我宁可做我自己，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。就像现在，躺在夜空下，看满天的星星，不做他想。哎，人生如白驹过隙呀，如此的短暂，可做的无非全身是意。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往後恐怕也是奢望了。事關氣數，在劫難逃，30-50年見分曉，唯願天佑啊！我們才走了半個月，還沒出山西，就遇見了這麼多的災民。他們都是逃難的百姓，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？因為旱澇連年，農田顆粒無收。自古以來，中國是以農耕為主的國家，百姓視土地為命根子。孟子講：“100畝之田，10畝之桑，5口之家，即可以養生喪死無憾。”他還說：“這是王道。”難道孟子說錯了嗎？他沒說錯，可是他忘了，人口和土地是一對矛盾。人口太多，土地不足以養活天下人，將會引發一場劫難吶。先生的意思是，我們面臨一場劫難，和人口與土地有關。正是。縱觀歷史，這樣的大劫難已經出現過多次。西漢平帝元始2年，天下有人口6000萬，墾地8萬萬畝，人均土地12畝，竟然還出現了赤眉和綠林起義。到了漢光武帝平定大亂，創立東漢時，人口只剩下2100萬。前後50年間，人口少了60%多。漢桓帝時，人口增至5600萬，土地恢復將近7萬萬畝，人口平均土地面積又接近了12畝這個坎兒。可是還爆發了黃巾起義。大唐歷經400年，人口鼎盛的時候，人口約5300萬。可是，一場安史之亂，5年間，竟然只留下了1700萬人，死掉3600萬，又是60%多。沒錯呀，我大清康熙年間人口1萬萬，雍正年間也不過是1.2萬萬，可是現在呢，大清人口暴增4萬萬，而土地仍然是區區可憐的7.9萬畝，人均土地僅僅2畝多一點。難道一定要經歷一場大難，然後人口死亡大半，改變人口和土地之比，天下才能太平嗎？方才我所說的大禍將起，是另有原因吶。另有原因？土地兼併。目前我大清大量土地掌握在地主富豪之手，很多的農民成為佃民或者無地之民，加上官府
横征暴敛，搜刮无度，旱涝连年，百姓活不下去，焉能不出大事啊？东家，难道我大清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俊藻，你是大清现有的土地就可以养活天下的人口，只要是破除土地兼并，就可以使百姓得温饱。可是，要破除土地兼并，谈何容易？谈何容易呀！因为不容易，难道就不作为了吗？如果破除兼并不可为，那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垦荒。垦荒？吉林？什么？以蒙古为西界，南以辽河为界，东到大海，北到外兴安岭，万万亩丰腴之地，若是被開墾出來，將超過眼下大清朝可耕地畝數的總和呀！可吉林是皇家禁地，所謂大清隆興之處，向來嚴禁移民墾耕的。俊藻，你一語中的呀，這就是大清的悲哀，百姓的悲哀。甭說吉林，就連蒙古、熱河的荒地，朝廷也不會讓內地饑民來開墾。當今大清人口暴漲，土地兼併，流民無數，上下無官不貪，如同在乾柴之上澆油，只要一點點火星，一場大火，就會迅速地燃燒起來。要想挽回局面，簡直是痴人說夢。東家，難道這一切真的是沒法子再改變了嗎？要救天下人，就要能夠整頓朝綱，刷新吏治，挽狂瀾於既倒，當真做到治軍堯舜，市民小康。哼，何其難，何其難也！我不能，你不能，誰也不能。所以，俊藻啊，你還能指望什麼呢？我一夜沒睡，但這一夜
勝過1000夜。家鄉明月3000里，我身在何處？黃河有浪一吞一吐，就讓你我同呼喚，願天下不哭。说不尽思念無數，每人都有一個情，我心中永駐。歲歲無怨無也不出，直到秋風白了頭。苍茫里決定